自古以农为本，士为己粮，工为骨械，商为末流。商人逐利忘义，轻国本而重私囊。今日苏氏一门以商贾之身，妄图动摇国本，其罪当诛。沈明远，你忘恩负义！我倾重家财助你状元及第，你却反手诬陷我苏家谋反！你踩着苏家的脊梁爬上高位，用我全家的命成全你那驸马荣光！苏氏以商贾之身，妄图以银钱干涉朝局，其心可诛。私购玄铁，暗藏兵器，分明是蓄意谋反，是铁证。苏小身为苏氏掌舵，不思安分守己，竟敢以商贾之身觊觎皇城不防，其罪当诛，无可辩驳。行刑！如果能重来，这满朝的债，我要他们一分一厘全吐出来。儿，嫁给我吧，往后苏记的账我替你管。我这是重生了，沈明远，这一世我要你付出代价。小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总算看清你的真面目了。即日起，你我婚约作废，从此你我二人再无瓜葛。来人，赶出去，从此不得踏入苏府半步。这一次，我要沈明远付出万倍代价。苏小姐，沈公子和公主结亲了，送来请柬，问您去不去？去，当然要去。这么热闹的戏，我得亲自去看。先生，苏府小姐请柬，有劳过目。好，苏氏小姐到。快去禀报沈公子。是。算算时辰也该到了，等了这么久。驸马，苏小已经来了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退个婚就想翻篇，账还没算完呢。图纸、假账、人证一样不缺。苏小啊，你送我那份退婚的礼，我今日连本带利还给你。言儿，能得你倾心下嫁，是我沈明远寄心系来的福分。除却你我良缘，我还有一桩关乎朝阳的喜事要当众道来。此前失窃说取的军机布防图纸，今日被我收回。这幅图纸来龙去脉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此前我派人从苏小府邸搜出此物，正是当初失窃的军机图纸。他怀恨退婚，私藏机密，蓄意谋反。来人，把这乱臣贼子拿下！诸位都看清楚了，这图纸就是从他府中搜出来的。他今日混进婚宴，分明是想借机行刺公主，图谋造反。沈明远，你这贼喊捉贼的本事倒是见长。苏掌柜，我知道你因退婚之事对我心怀怨恨，可我与公主的婚事乃圣上赐婚，你若不满，大可去击鼓鸣冤，何必铤而走险，私藏军机，犯下谋逆死罪？这是苏记商行采买军用玄铁的记录，玄铁乃军工管制之物，你私自囤积，分明是私铸兵器，蓄意造反。难怪一个商贾之女敢往公主府闯，原来是贼心不死，人重利轻义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沈驸马高中状元退了他家的婚日，他怀恨在心也是情理之中，可因爱生恨到谋反的地步。殿下，臣本不愿大喜之日生事，可苏小窥探皇城机密，暗藏反心，今日不除后患无穷。臣公私分明，绝不敢徇私。好大的胆子！不过一介商户之女，一身市井铜屑气，安分守己尚且勉强，竟敢胆大妄为，窥探皇朝绝密军机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侍卫何在？即刻将此人绳索捆绑，带回偏殿。本宫要亲自审讯，查清他背后同党。慢着，公主殿下，方才这图纸分明是沈明远袖中取出，如今反倒栽赃于我。单凭他红口白牙一番说辞，这谋逆的脏水就要凭空泼到我身上。是啊，刚刚确实是驸马拿出来的，这事儿确实有疑点。真要定我谋反的死罪，总得让我当庭对质，否则这事儿传到大街小巷，天下人只会说公主府草菅人命，不分青红皂白。若不是你亲自勘察城防，私藏军机图纸，怎会持有此等绝密之物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狡辩也无用，殿下，臣早有准备。把人带上来。钱叔，小人钱钟原为苏记商行账房总管，苏掌柜逼着小人做阴阳账，将大批玄铁的去向藏在暗账里。小人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走私逃税，谁知他竟是在私铸兵器，图谋造反啊！钱钟，去年你因贪没商行3万两白银，被我亲手查出后开除。这是商行上下人尽皆知，你今日跑来作证，到底是谁给你撑的腰，让你有胆子在这血口喷人？苏掌柜，你休想抵赖！
诸位请看，这是他亲笔写的兵器调度手令，上头清清楚楚盖着苏记的私章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看那印记，确实是苏记商行特有的备用红章，错不了。那枚章在团出清账前，朱去年守路的时候抽走，本以为是遗失。这枚章是我去年清账时发现丢失的那枚备用章，当时我以为只是遗失了，现在看来是被你偷走，留到今日用来诬陷我。殿下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此案已无疑义。苏小此人虽与臣有过婚约之实，但臣身为大夏臣子，受圣上圣恩，绝不能因私废公。恳请殿下即刻下令，将这反贼就地正法，查抄其名下全部家产，冲入内弹。沈明远，果然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这副贪婪虚伪、急功近利的模样，真是半点没变。上辈子你盯着我家银库的时候，也是这副恶心的嘴脸。哼，好一个大义灭亲的状元郎，公私分明，果真是朝廷栋梁。来人，苏小，谋反乃十恶不赦之首罪。你一个铜臭满身的卑贱商户，竟敢觊觎皇城不防，本宫就是将你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来人，押下去，凌迟处死。苏记商行名下所有产业、银两、田契，即刻查封，全部收归公主府。且慢，且慢，老夫有话要说。苏德厚，你倒是来得巧。钱是我家备这都是苏家的，也就是老夫的，快搬，他第一个拼凑才搬银子，如今演起大义灭民来，倒是比谁都像。这一世我靠商行发家，他像个苍蝇一样上门讨钱，被我赶走多次，现在终于让他逮到报复的机会了。公主殿下明鉴，老夫是苏小的亲叔父啊！这孽畜自小不听管教，信性乖张偏执，在家里就是个混世魔王。当年他爹娘在世，就拿他毫无办法。小到苏氏身为苏氏长辈，今日他租下一爵，他所犯下的谋法重罪，与苏氏一族毫无干系。殿下，这是苏小在秘密修建的地下矿钥匙，老夫一直冒死替他保管着。那库房里头存着什么，老夫是万万不敢看的。但如今想来，定然与那些私造的玄铁脱不了干系。老夫今日大义灭亲，不求别的，只求殿下开恩，能饶苏氏一族其余老小的性命啊！殿下您看，连他的至亲长辈都不敢替他遮掩了。此案人证物证俱全，苏小谋反之罪早已是板上钉钉，绝无翻身可能。苏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连你叔父都替你羞耻，大义灭亲，将你逐出宗族。商人果然是最下贱的东西，满脑子除了银子，就只是有这些肮脏的阴谋了。苏德厚，你今日来的倒是真巧，让我猜猜，沈明远到底给了你多少银子，才让你一大把年纪了还跑这一趟，演这么一出大戏？那把钥匙分明是我在城外粮仓的钥匙，里头存的全是准备捐给朝廷赈灾用的陈粮。苏德厚，你拿粮仓这样说是更军器库，你是觉得在座的诸位都是3岁小孩那么好哄吗？造孽呀，真是造孽呀！老夫一把年纪了，为了他这颗独苗操碎了心，他竟然为了脱罪反咬亲叔父一口，大家评评理呀！小儿，你爹临终前拉着老夫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老夫好好照看你。老夫是为了保住苏家大义一点灭血脉，才忍痛如此狼心狗泪。这果真歹毒，连自家亲叔叔都要拉下水，商贾之女当真是无情无义。连亲叔父都不认了，这种忤逆不孝、丧尽天良的毒妇，打死都不冤。就是，商户人家出身的，果然没一个好东西，骨子里全是坏水。苏小，证人证物，连你的亲族长辈都站出来指证你了，本宫没耐心再听你在这里翻唇弄舌、垂死挣扎。来人，不必凌迟了，直接给本宫乱棍打死！苏记商行名下所有产业、银两、田契，即刻查封，1分1毫都不准留，通通充公。哼，打死我！你们尽管打死我试试。我苏小死的消息要是今天传出去，明天一早大夏国库连赈灾的粮款都凑不出来，你赵嫣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一个商户不跟女都快被打死了，死到临头居然还在吹大话。苏小，你真当自己是财神爷转世不成？这孩子打小就爱说大话，满嘴胡言乱语，这毛病到死都改不了，真是让诸位见笑了。殿下，此人口出狂言，分明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必有同党正在赶来营救，请殿下速速行刑。打！公主殿下，动手之前，劳驾把那张图翻过来，仔细看看那图纸的背面到底写了什么。这是机密图纸，没什么好看的，理应即刻焚毁，以免再次泄露。沈明远，你要是敢把那张图烧了，皇上欠我的3000万两白银，当场就变6000万两，这笔烂账你担得起吗？
疯了，他彻底疯了，满嘴胡言乱语。皇上怎么可能欠他一个区区商户的钱？这种反贼的图纸必须速速焚毁！别管他，给本宫狠狠的打！住手！快住手！祖宗哎！谁让你们动他的？快给咱家放开！那可是万岁爷的财神爷呀！苏掌柜，苏掌柜，你没伤着吧？反了天了！谁干的？谁敢动万岁爷的财神爷？这，公公刚才喊他什么？万岁爷的财神爷？我的个乖乖，连皇上身边的红人都吓成这样，这苏家掌柜到底是什么来？周公公，你在本宫的府上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认识这个谋反的女人？周公公，您常年在深宫，恐怕是被这刁妇给骗了，认错人了吧？此人乃是私会皇城布防图的反贼苏晓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连他的亲叔父都已指认，公主殿下更是已经亲自审问，定了他的罪。公公身为圣上进士，代表皇家颜面，可千万不能被这种奸人蒙蔽了双眼啊！老奴在万岁爷身边寸步不离地伺候了32年，这双眼睛还从来没瞎过。苏掌柜每月初1、15都会走皇家的专属通道进宫面圣对账。你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敢说老奴认错人了！你个混账东西！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把万岁爷的命根子给烧了？公公息怒，就算苏晓他经常进宫面圣，那又能说明什么？这根本不能证明他就不是图谋不轨的反贼。那账本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记着，他近3年大量采买玄铁的流水，玄铁乃军国重器，他一个商化司的囤积，不是造反是什么？玄铁？你给咱家听好了，苏掌柜是奉了万岁爷的密令，替朝廷督造城防器械，打制军用连弩。他苏记商行用的每一两玄铁，全都是万岁爷亲自下旨，直接从皇家内库里拨过去的。人家走的是清清楚楚的皇上密账，每个月万岁爷亲自过目。你随便拿一本不知道哪儿来的假账，在这里糊弄谁呢？周公公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他苏晓是皇商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本宫怎么从未听皇兄提起过半句？殿下若是信不过老奴这张嘴，那您就好好看清楚，这上面盖的是什么。殿下，城防连弩3000架的督造明细，皇城暗哨重新布防的工期，内库暂借苏记商行白银3142万7800两，年息3厘，利息到期一并归还。皇兄的字，真的是皇兄的亲笔，3000万两。完了，3000万两，皇上我3000万两，利息还在涨呢。你们谁来还这笔账？申驸马，咱家刚才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差点就把这张纸扔进炭盆里烧了吧？上面盖着天子私印，写着万岁爷的亲笔字迹，还是说你故意想毁了万岁爷的屏障？公公明鉴啊，臣冤枉，臣对天发誓，确实不知这图纸背面还含有皇上的御笔文章啊！此图是苏晓掉落的，臣粗略一看，见上面画着城防布控，只当是反贼遗落在府中的机密。臣本想妥善收好，明日早朝便向皇上呈报，谁料竟被这苏晓提前察觉。住嘴！奉御令，苏记商行所用玄铁、图纸、工匠往来，皆属国家最高机要。大夏各级官员一律不得盘查，不得阻拦，更不以任何名目查封苏记名下产业，违者以谋逆论处。完了！谋逆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我刚才居然逼着皇上的财神爷交出家产，老夫这条命休矣！小人不敢作证，是驸马逼的，那账本全是他伪造的。那假账本还有那张盖着私章的兵器调度手令，全都是沈明远私底下找人伪造的。小人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收了他500两银子，全都是按着他教的话在背啊！小人该死，小人猪油蒙了心，求公公明察，求公公开恩饶命啊！你个老匹夫，死到临头还敢攀咬本官，我杀了你！是。退后。
堂堂状元郎竟干出这种伪造证据、构陷皇商的暗杀事儿，真是斯文扫地。公主殿下，事情既然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，那明娘也有一笔账，想当着大家的面跟您好好算算。殿下，您刚招的这位好驸马，今天可是差一点就把皇上亲笔写给我的那张借据给烧成灰了，3142万两白银。咱们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年息3厘，逾期翻倍。这图纸被烧毁了一角，这天大的折损，殿下觉得该由谁来赔？还有，民女今日平白无故受了杀威棒的威吓，脖子上挨的刀，甚至吃了一嘴的土。我苏记商行今日因这闹剧耽误商行的运作的折损，请郎中看伤的汤药费，民女平白受惊需调理的安神费，这前前后后加起来的账，公主殿下，您打算怎么算？敢跟长公主这么要账的，这大夏朝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殿下，既然苏掌柜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老奴也不妨多嘴提醒您一句，您这场大婚可谓是风光无限。从您身上穿的这件金线嫁衣到外头摆的流水酒席，满打满算可是花了整整前后80万两白银，花着债主的钱办大婚，转头还要把债主千刀万剐查抄家产，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！叔父，跑这么急做什么？您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要大义灭亲吗？侄女可还没跟您叙完旧呢。小儿啊，是叔瞎了眼，叔是被人蒙蔽了，叔是老糊涂了。看在你死去的爹娘份上，你饶了叔这一回吧。公公，烦请您即刻差遣信得过的人去我城外那座地下粮仓看一眼。苏掌柜，那粮仓可是有什么不妥？只是方才我那位好叔父献上的那把铜钥匙，打开的分明是我存赈灾陈粮的粮仓，我总得让人去看看那把钥匙还打不打得开那扇门。刚才这位大义灭亲的好叔父交出来的那把钥匙，能打开的库里存着的，是我今年准备无偿捐给朝廷用于北京赈灾的整整30万石陈粮。这粮仓一直是他代为看管，若是里头的赈灾粮被这位好叔父手底下的人动过半点手脚，我也得一并算在今天这场诬陷谋反的闹剧里。完了，那些陈粮我早就偷偷倒卖了一大半，换成了银子，要是被查出来，剥皮搜金都不够啊！立刻点齐一队人马，拿着老奴的腰牌，快马加鞭去城外核查粮仓。若是少了1粒米，拿看守的人试问。沈驸马，没人让你走。这位将军，下官今日大婚，酒水喝得多了些，身子有些不适，只是想去偏殿更衣，并无他意。圣上驾到！参见圣上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不过迟来半日，这里变成了这般模样。万岁爷，苏掌柜方才险些丧命于乱棍之下。说清楚，沈驸马与长公主合谋，构陷苏掌柜私藏布防图，予以谋逆罪名，就地正法。是朕来迟了，今日之事，朕必给你一个交代。陛下言重了，民女等的从来不是陛下这句话。苏掌柜，朕本想着今日喜宴，你来凑个热闹也好，让周公公给你安排个好位置，没想到竟然会闹成这样。沈明远，臣在。朕亲事画的那张图，还有那张盖了朕私印的借据，怎么会出现在你的袖子里？回陛下，臣是一片赤诚之心啊！今日有人看到是从苏小身上掉落的，便交给了臣。臣是想找机会禀报给陛下的。找机会？沈明远，你这声找机会用的可真是玄妙，怕不是想找机会栽赃陷害我吧？那张图纸一直锁在我商行密室最深处的铁柜里，3重暗锁，那是特制的玄铁锁头，普天之下钥匙只有我苏小一个人有，只有我一个人有。10天前，我发现铁柜被人撬过，丢掉的不只是这张布防图，还有一份皇室绝密的连弩锻造秘方。那可是军国重器，若是丢了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我查了密室的出入记录，当天晚上只有一个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人来过我的商行。谁？我既然敢收万岁爷的钱，自然要把账算清楚。我连夜查了密室的出入记录，发现那晚只有一个人偷偷摸摸进过苏记商行。陛下，请看第37页，一个自称来取绣品的男人特意用假名登记进入了商行。那男人遮遮掩掩，却不知我苏记的门房是受过训的，门房清清楚楚记下了他的长相：白面书生，左眉角有一颗像芝麻大的小痣。看，真的有一颗痣。沈明远，你还真是让朕开了一回眼界。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，
原来是个手脚不干净的贼。苏掌柜，拿着，你想说什么，当着朕的面一并说清楚。陛下，民女今日要揭露的可不只是她私闯密室、偷盗皇城布防图这一桩罪名。民女查到，沈明远偷走的不单单是那一张图纸，与布防图所在一起的大夏军功命脉连弩的锻造秘方也一并失窃了。连弩秘方，那是大夏军功命脉。而就在3天前，敌国突然得到了一份大夏连弩的仿合图样，如今正在日夜赶工，意图进犯我大夏边境。好，这是通敌，这是叛国啊！好得很。沈明远，你通敌骂国，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换钱。因为你在外面赌坊里欠下了整整30万两的巨额赌债，如今债主催命的刀都已经顶到这公主府的大门口了。殿下救我！长公主，殿下救救臣啊！臣是被人陷害的，那家赌壶根本就是他苏小开的，是这个毒妇故意给臣设的圈套，他要置臣于死地啊！滚开！这个自私自利的无耻小人，你为了那区区30万两的赌债，就敢背着本宫把大夏的军事机密卖给敌国？你通敌叛国，今天还当着皇兄和文武百官的面，把本宫的脸面也往哪里搁？本宫的清誉全毁在你这个废物手里了！赵嫣，你少在这装什么清格？你口口声声指责我，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去赌？你一个月光买那些华而不实的胭脂水翡就要花整整5万两，在府里养那些恶心的面，一个月又是3万两白银。圣上每年给你的那点俸禄，连你一个月的开销都不够。要不是你天天逼着本官怎么会铤而走险去搞钱？当初你相贵云尊让我娶你，又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因为苏小退了婚，你眼馋苏家的巨额财富，想借我的手把苏家的产业全弄到手。咱们这婚还没办完呢，你就迫不及待地催着我去弄死苏小，好安个罪名，名正言顺的让朝廷查抄苏记商行的所有家产。这栽赃架柱的主意是你想出来的，那张城防图也是你逼着我去偷的，甚至连联系北京卖秘方的买家都是你赵嫣亲自牵的线。你现在为了保命一脚踹开我，赵嫣，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冰清玉洁的东西？沈明远，你给本宫闭嘴！哈哈，打呀！你打死我，也掩盖不了你卖国求荣的脏事儿。皇妹，她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皇兄，您不要听信这疯子的胡言乱语，他太要，他自己赌博陷债，为了钱通敌卖国，如今死到临头，就想反过来污蔑臣妹，拉臣妹下水啊！我污蔑你，赵嫣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以为你那些肮脏事能瞒得过谁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，你敢对天发誓吗？长公主殿下，您既然口口声声说沈明远是潘冉，那这个东西，您打算怎么解释？连弩秘方已被夺，黄金10万两。不，这不可能！皇兄，这是伪造的，这绝对是有人伪造的，这不是本宫写的，臣妹冤枉啊！伪造的！陛下，皇兄，你相信我。这封信是沈明远在赌坊被抓时，我的人从他贴身衣物的内衬里亲手搜出来的。赌坊的掌柜虽然身在草莽，但一见信中提及连弩秘方等军机要务，惊觉事关重大，片刻不敢单喝。出自长公主之手，那私章又是否是公主府的秘宝？陛下圣心明鉴，只需派人稍加比对，真相自然大白。天哪！竟是从贴身衣物里搜出来的，这沈驸马藏的可真深。看陛下的脸色，恐怕这笔记是真的。对，陛下，苏掌柜说的一点没错，这就是他写的，是赵嫣白纸黑字亲笔写给北境的。他不仅要卖秘方，还特意交代臣一定要在今日大婚之时找借口把苏小弄一死，他好趁乱将整个苏家全部吞走，充实他的私库。陛下，可通敌逼卖国的主谋是他呀，是长公主赵嫣，臣只是听命行事啊，陛下饶命。沈明远，你给本宫闭嘴！你这个满口喷粪的贱人，本宫杀了你！长公主殿下，请自重。来人，将驸马沈明远打入诏狱，3日后腰斩弃使，暴尸3日。首席账房钱钟伪造证据，黑媚瑶服苦狱，终生不得赦免。苏德厚收受贿赂见证，即日起其苏氏宗族身份全家流放漠北苦寒之地，抄没名下一切家产。陛下开恩呐，小人知错了，苏掌柜救命啊！小人知错了。上一世我全家惨死时，他就在旁边看着，如今这道轮盘转到了他自己头上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陛下饶命啊！老朽是被沈明远那个畜生蒙蔽的呀！老朽真不知道小儿他是皇商，真不知道啊！拖走，带走。这苏德厚为了几两碎银子，连亲侄女都害，落得这下场也是活该。谁说不是呢？现在全家流放漠北，那可是九死一生的地方。苏小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你以为你赢了，
上辈子我能亲手弄死你全家，这辈子我还是差点就弄死你。你记住，你终究只是个卑贱的商妇，就算你现在有再多的钱，在这也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你的命永远不值钱。沈明远，你当年进京赶考的盘兔是我苏小资助的，你在京城住的最上等的客栈，买的那些宣纸笔墨，甚至你考前为了体面吃的那每一顿好饭，全是我花的银子。怎么忘了？那会儿你跪在我面前，红着眼眶管我叫恩人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表情。我这儿还留着你当年签下的借条呢，本金800两，约定3年还清。3年过去了，按合约上写的利息连本带利，你现在欠我3600两白银。我知道你现在名下无产，连个字儿都掏不出来，所以陛下，民女有个不情之请，民女请求在她行刑之前追讨这笔私人债务。哦，你想怎么讨？沈明远虽然名下无产，但他身上这件状元吉服是朝廷御赐的，好歹值几个钱。民女请求扒了他的衣服抵债。准。你敢？放开我！本官是状元，这连最后的体面也没了。苏小，你这个贱！穿上吧，这是我苏记商行最下等的伙计穿的粗布。你不是总说商贾下贱吗？穿着商贾的衣服上路，到了地底下好好记住，你沈明远这辈子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是下贱商户给的。带走。皇兄，皇兄，陈妹知错了，陈妹只是一时糊涂，是被沈明远的那个畜生给蛊惑了啊！是他天天在陈妹耳边说苏家的财富，是他说只要弄死苏小，一切就都是陈妹的了。皇兄，父皇临终前可是死死拉着您的手，亲口交代过，让您一定要照顾好陈妹这个唯一的妹妹啊！父皇在天之灵正看着呢，您当真忍心看着父皇唯一的亲女儿被问罪，被天下人唾弃吗？陈妹给您磕头了，求皇兄开恩，求皇兄看在血脉至亲的份上，饶陈妹一命吧。陛下，长公主殿下毕竟是皇家血脉，金枝玉叶，今日之事虽错，但看在先皇面上，或可从轻发落，以全皇家颜面啊。陛下，先别急着心疼，在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，劳烦您先过目这一份东西。苏掌柜又拿出什么账本了？看陛下的脸色，简直比刚才听到通敌还要难看。苏小出手的账，哪一笔不是要人命的？这些全都在亏空。何止是亏空，陛下，这些铺子内里早就被搬空了。万岁爷，这窟窿大得吓人啊！长公主殿下的产业哪是在做生意，简直是在吞银子啊！陛下，这么多亏空的窟窿，公主殿下是用什么填的？是借债。前前后后大大小小，长公主殿下一共从民女手中借走了214万两白银，整整2年，她可是连1分钱的利子都没还过。陛下，账还没算完，加上今日之事，民女被诬陷谋法，差点丧命，商行停业1天的损失是7万两。民女今日受了惊吓，至少有半月无法下床理事。按苏记的流水算，这半月的务工折损是105万两，图纸被烧毁一角，需要重新绘制。这其中的照烟加押费共欠民女白银338万两。以上拱计，长公胆请问陛下，这笔银子谁来还？赵嫣，朕念在父皇临终前托孤的份上，今日不取你的性命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褫夺赵年大夏长公之封号，直接贬为庶人，将其立刻押解出京，圈禁于城外清凉4周。没有朕的旨意，终仍不得踏出4门半步。名下所有的丝绸铺、胭脂行、田庄酒楼即刻查抄充公，全部用以偿还苏记商行的欠款，1分都不许少。传令清凉寺，从今往后，每日只许给他提供粗茶淡饭2餐，不得再穿1寸丝绸，不得再用半分脂粉。皇兄，你居然为了一个低贱的商户，你要把你异母同胞的亲妹妹活活关到死！苏掌柜，今日之事实在委屈你了。朕回宫后立刻让户部尚书连夜把欠你的那些银子拟个还款计划出来，快马加鞭送去苏记。陛下言重了，陛下金口玉言，民女自然信得过。那民女就祝咱们君臣之间合作愉快。听说了没？今日要行刑的可是那个通敌卖国的驸马爷！呸！什么狗屁状元，
花着人家苏记商行的银子去赶考，转头就干出卖国的勾当，这等白眼狼千刀万剐都不解恨。苏小，你如果能重来，我要苏小百倍偿还。这账结了。苏小姐，清凉寺传来消息，滚！把这些珠石给本宫拿走！本宫是大夏的长公主，我就是从这儿跳下去，也绝不吃你们一口东西，也绝不吃你们这种低贱的东西！一碗粥的骨气，撑不了7天。长公主，一碗馊粥就垮了，手好痛，皇兄，臣妹知错了。至于钱钟，他被发配到了我名下最偏远的一座黑煤窑服苦役，每天天不亮就得下井，天黑了才能爬上来，还真是活该。大爷，您行行好，放我走吧！小人一把年纪了，骨头都要散架了，这暗无天日的井底下，小人真的受不了了。受不了？你就是死，也得死在这井底下。上面交代了，我们大东家苏掌柜有句原话，让我一字不旷地转达给你。苏掌柜说了，你当初做假账的手有多利索，现在挖煤就得用多大劲儿，滚下去挖。至于我那位好叔父苏德厚，全家被流放到了漠北最苦最寒的驿站。所有的账，一笔一笔，总算是清楚楚的算完了。大人，那是天下第一商的招牌，万岁爷定过规矩，见此匾如见圣谕，无论官位多高，必须下马不行。下马就下马。听说了吗？前些日子礼部一位侍郎大人骑马过去，没下马，结果当晚就被圣上扣了3个月服饷。谁说不是呢？圣上当时可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训斥的。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权贵，再也没人敢在苏记门前摆什么士农工商的官威，更没人敢提一个谏字。掌柜的，开业不到2个时辰，已经来了300多个求带的。都是些什么人？大多是些寡妇被婆家休弃的商户女，还有几个是拼了命从娘家逃出来的丫头。他们想做点浆洗织布的买卖，可外面那些钱庄利息高得吓人。苏掌柜，求您借小女子几两银子，小女子这辈子做梦都想开个绣坊，若是成了，定不负您的恩情。利息比市面上低1半，还款期限放宽3倍。多谢苏掌柜。只有一个条件，挣了钱之后再帮另一个女人。年息3分，还款期限3年，期满若无力偿还，凭契约可申请延期，签字画押，契约即立。你看这些女人的眼神，哪怕是身上带着伤，这会儿都透着股狠劲儿，像要把日子活出来一样。掌柜的，你瞧他们排队签契约时的眼神。确实，这眼神像极了掌柜的您当年接手苏家生意时的样子。那是我当年决定接手家族生意时，照镜子看到的同一种光。掌柜的，您看这些画像，这是侯府嫡子，这是新科探花郎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。那些朝中权贵为了跟咱们苏记攀亲，连自家千金想嫁给您弟弟的事儿都托人说了好几回了。全退回去。掌柜的，您这都拒绝了多少回了？外头都在传，您这是要孤独终老啊！你就告诉他们，不用再白费力气了。我上辈子嫁了个状元郎，为了那个所谓体面的婚事，差点全家死绝。这辈子我谁也不嫁，有钱我自己花。这大好的江山与繁华，我要亲眼看个够。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辈子再也没人能欺负咱家。你们姑娘现在是大夏的财神爷，谁再敢提什么商贾下贱，我就让他穷到3代以后都翻不了身。掌柜的，京城出什么事了？宁安王在咱们钱庄借了20万两，说是要修缮王府，如今到了还款期，他竟直接把掌柜您派去的人轰了出来。那宁安王还放话说他是当朝皇叔，天底下没人敢上门催他的账。宁安王20万两，走，去抄王爷的家收账。哟，这不是苏记的苏掌柜吗？这大晚上的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是啊，白天我手底下的人太讲道理，没能把王爷欠的账讨回来。今晚我亲自来，想试试不讲理的法子。放肆！这里可是宁安王府重地，你竟敢在这儿口出狂言！砸门！动手！给我砸！完了，苏记要造反了！快关门！快顶住！
先封账房，再封库房，所有带印的契纸、眼引、票号往来，通通给我搜出来，一张都不许少。若有谁敢当面烧毁文书，严惩不贷。苏掌柜好大的火气！本王不过是欠了你区20万两半银，至于在大喜的日子里带人砸了本王的王府大门，本来是不至于的，可王爷您手底下的人放了话，说往后谁要是再敢上门催债，就直接打断谁的腿。那我就只能先触手为强了。苏掌柜，宁安王毕竟是皇亲国戚，欠债还钱是小事，闹成这样不体面吧？你是谁？家父御史中丞。哦，原来是个靠爹的。既然是靠爹的，就给我闭嘴站到一边去。我在跟欠钱的人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都退下。苏掌柜，你今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你真觉得本王是还不起这区20万两银子吗？王爷，我不知道您是当真还不起，还是借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单纯不想还。但契约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，到期若不还钱，您抵押在钱庄的那些庄子和铺上就归我苏记所有。您今日若是痛痛快快把字签了，我的人清点完铲砍，立刻退走。放肆！那民女今晚就只能把这宁安王府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先搬走抵账了。苏掌柜，本王若是今晚告诉你这20万两银子不是本王不还，而是本王不能还呢？王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先看看这上面的东西，再决定今晚到底要不要继续拆本王的家。这不是你王赌的账，这是江南盐引的调拨票签。宁安王，你借我那20万两银根本没进你王府修缮什么祖祠，这笔钱被转手切成了8笔，通过3道大票号全部补进了淡盐亏夫库里，而这个窟窿上面赫然压着户部侍郎、盐运使，甚至还有内阁次府的私印。王爷，你拿着民女的钱去替这帮贪官污吏填他们捅出来的通天窟窿？你错了，本王不是替他们，而是替朝廷。本王为何要借这20万两？去年江南水患，盐道断了，国库缺银，户部那群废物为了不让盐价暴涨，先偷偷挪了次年的盐税银，结果账面越补越大，补成了个死窟窿。若这事现在捅出来，江南盐价会在半个月内翻3倍，然后才是朝堂。所以本王借你那20万两银子，是拿去江南救这通天的火。赵彻，你救朝廷的火，拿的却是我的水，你脸怎么这么大？本王也觉得不大好看，所以原本打算拖3个月。等下一批盐税回款到账就先还你，可谁知你的脾性竟然这么急，前天刚到了期，今天晚上你便直接带人把本王的大门都给砸了。少给我来这套！你是不是觉得搬出朝廷和百姓我就得捏着鼻子认了？赵彻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我是个商人，不是菩萨。我苏记的钱每1两都有去处，你拿我20万两去填盐引，导致我钱庄南县3家分付银根发紧，今早已经有17笔货款没弄自己的招牌，所以今晚这笔债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那好，苏掌柜既然非要本王给个说法，那不如明日你跟本王一起去上早朝，你在朝堂上当着那些拿了你的钱还嫌你铜臭的老爷们面前。王爷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原来是想借我的手去朝堂上掀桌子。苏掌柜用词不当，不是借，是合作。你不是总说自己是皇上的债主吗？那你该知道债主最怕什么？最怕的就是欠你钱的那个人突然彻底没钱了。而现在真正要紧的根本就不是本王欠你的那区20万两，而是整个大夏朝廷欠你的那些泼天巨款，到底还能不能还得起？东家，小心有诈！赵彻，如果我说明日我不去呢？苏掌柜若是不去，那今夜大可放开手脚，把本王府里能搬的金银玉器全搬走。但只要等到明天一早，这江南盐纸的惊天黑账一旦爆出来，江南盐价必定飞涨，国库宽再次震荡。到那时候，苏掌柜，你手里攥着的那一大把朝廷欠条，可就真要变成一堆没用的废纸了。也可以去赌一把，当然了，赌我那位坐在龙椅上的皇兄能填上这江南的烂窟窿。只是据本王所知，上个月皇兄还跟你求延期那3000万两的借款吗？我就纳了闷了，你们赵家人这借钱不还的毛病，难道是祖传的吗？长公主如此，皇上如此，李宁安王也是如此。所以苏掌柜，明日这朝堂你到底去是不去？去。
但先说好，你这20万两从今夜起按双倍逾期算。苏掌柜这是趁火打劫啊？错，民女这可是跟宁安王您这位好皇叔学的，借花献佛。皇上苏纪掌柜觐见。陛下，这成何体统？商贾岂可踏入这庄严神圣的金銮殿？哦，这位大人说得好，那民女倒想问问，那些私底下欠了商贾巨款不还的官，又能不能站在这金銮殿上？苏掌柜，宁安王昨夜进宫告诉朕，说你今日有要事要奏。奏圣上，民女今日来，纯粹是来讨债的。先说是。江南盐引亏空，挪用次人盐税银，涉案官员的完整名单，还有那些盖着鲜红丝印的批文，全都在这里面了。民女是个生意人，今日来此不告状，我只要钱。谁从苏记的钱庄套走了银子，谁给我补上。要是补不上，那就拿你们头上的官帽、家里的家产、祖宅、田庄、盐场，甚至你们老婆的胭脂铺子来顶账。官帽、家产，陛下，此事另有隐情啊！陛下明鉴，臣等这般做也是为了稳住盐价，为了百姓不得已而为之啊！为了百姓，所以你们口口声声为了百姓，转头就自己先偷偷分了30%的润笔银。盐引未发先卖，制造空票套现，官商暗中勾连。去年秋天，你们用一张假盐引就吃了3道巨大的差价。百姓有没有吃上你们口中的平价盐，我不知道，但你们家里刚纳的几房小妾，头上可都换上足金的大簪子了吧？苏掌柜，朝廷理财之事自有法度，你一个商人当朝翻账，未免太不把体统放在眼里。体统？借钱的时候怎么不讲体统？拿我的银子给你们补窟窿时，怎么不说商人不能碰朝廷账？钱是我的，坑是你们挖的，现在倒要我站远点看你们体面。赐访大人，我苏小这个人没什么别的优点，就是谁拿了我的钱我就盯谁盯的特紧。皇兄，臣弟心中倒有一策。你也不是在朕面前卖乖，待会儿朕再好好收拾你。皇兄息怒，在收拾臣弟之前，皇兄不妨先听听如何救一救这块见底的国库。江南盐道关乎国本，绝不能乱。眼下最要紧的只有2件事：第一，必须先拿出一大笔银子把亏空的窟窿补上，稳住江南的盐价；第二，就是把盐引的发放权从这些贪得无厌的废物手里夺回来，换个靠谱的人去做。王爷说的轻巧，亏空数目巨大，拿什么补？这大殿之上不是县城正站着一个能补上这窟窿的人吗？赵彻，你是不是找死？苏掌柜先别急，本王怎么会让你白白拿银子出来补窟窿？臣弟的意思是，朝廷跟苏记重新立约，由苏记暂时接手江南3府盐运票兑、仓储转运和现银下的缺口，朝廷给你盐引总成和督运权。荒唐！盐政岂可交给商家？这不是让商人染指国本吗？盐，那可不是普通生意，盐价一动，天下都要跟着抖。而盐引总分成，说白了，这是把整个江南最肥的一块肉递到了我面前的。原来他昨晚不是来求我抵债宽限，把我故意带拖进这场局里，要借我的手狠狠干翻户部和盐道旧势力。苏掌柜，这件事你怎么想？可以。诸位大人先别急，我苏小的话可还没说完呢。第一，我补亏空，但不是白补，江南3府盐运票兑和现银调度10年。第二，所有旧账先切干净，谁贪了谁吐出来，吐不出来就抄家底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朝廷以后再跟苏记借银，利息翻1倍，逾期按日计。苏掌柜，你这是趁朝廷病要朝廷命。陛下言重了，臣女是商人，不是太医。民女手里的银子救得了急，却救不了穷。更何况，眼下不是我求着把银子送出去，是你们求着让我接这个烂摊子。苏掌柜，你休要太猖狂。若是今日朝廷不允呢？那就不允呗。我现在就出宫，带着我的银子和船队南下。至于那国库至今还欠着民女的几千万两白银吗？陛下慢慢还，我不急。准了，但10年期限太长了，最多5年、8年、6年，不能再多了。7年，一口价。7年。陛下圣明。皇兄确实圣明，讨价还价都进步了。宁安王挪借民财，罚俸3年，闭门思过1个月。臣弟领罚，谢主隆恩。等等，罚俸归罚俸，那王爷之前欠我的那20万两银子呢？全给朕记到朕的账上。既然如此，那民女就多谢陛下了。这1个月，凡是那些欠账不还、贪了银子还不肯吐出来的狗官，我一个都没放过，全给抄了底。苏掌柜，睡了吗？
皇叔深夜翻墙，不太像闭门思佛。苏掌柜误会了，本王是来还债的。现银呢？没有。本金虽然没有，但本王可以先还点利息。赵彻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苏掌柜，这几日你骂得满朝堂没人敢还嘴，本王想着你大概需要补气。你少在这儿献殷勤，你这人只要一笑，我就觉得准有人要倒大霉。苏掌柜这话可冤枉本王了，我这是怕你忙到半夜饿出病来，特意从城南老店带了一碗蟹黄面，刚出锅的，路上包了3层油纸，一口没凉，怎么说也算不上现成。王爷深夜翻墙，提着这食盒，说自己是来送温暖的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，一碗面就能糊弄？死殷勤吧。唉，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说吧，什么事？边吃边说。听说御史台最近收了几封密信，内容和你苏记的言语账目有关。密信？什么内容？说你苏记经手的盐税银票有一部分对不上账，说你拿朝廷的盐引做抵押，私下拆借给南方的几间钱庄，吃2头利。都在户部有备案，对不上账的是会向自己，不是我。这是有人想借着盐道的事，把我从刚站稳的位置上拽下去。问题不在账对得上对不上，问题在那几封密信里提到的几间南方钱庄背后都挂着一个名字。谁？盐运使司的一个老账房，5年前被户部过职后消税近半年，有人在苏记几家分号门口见过他，不是1次，是3次。这个人现在在替谁做事才是真正要紧的事。有人在拿盐道的旧账做局，把我往那笔烂账上引。我那20万两不是还不出来，20万两就当是我提前预付的查账银子。赵彻，你那碗面我收下了，御史台的风声我自己挡，盐运使司的旧账我可以翻，但有一条，你要是再瞒着我什么，我们之间的账我不介意翻倍算。苏掌柜果然冰雪聪明，这话说的也不算错。明日确实还有个大麻烦等着我们。江南那边劫到的，有人散消息说朝廷把盐权卖给商户，是要养第2个国库，苏记迟早会富可敌国，到那时便是尾大不掉。这话说的倒像是变着法儿的在夸我权势通天啊！御史台已经有人准备上折子，要请陛下削你的督运权，所以你来特意提醒我，也算是吧。更想来看看你打算怎么办。很简单，他们怕我太有钱，那我就让他们看一眼，离了我他们会有多穷。从今日起，凡朝中3品以上官员及其家眷，在苏记票号一律暂停赊兑，暂停现票通存。想取银子排队，想借银子不借。苏记停队了，你是3品以上，这可怎么办？今日的绸缎还没取。万岁爷，御史台那封让倒回盐政来。联名上书，请朕体恤民情，勿使盐政再生枝节。这帮文官平日不是最讲究骨气吗？翻译过来不就朕快去劝劝苏小，让他把他们的银票给通了，让他们别过苦日子吗？没想到这丫头竟如此擅长卡脖子，真让她查盐税她倒好，连盐运使司5年的暗账一并翻了出来，这笔账算得干净，只是下手重了些。朕让她查账，没让她抄家，朕护得住她一时，护不了她一世。你下午去苏记传话，让她进宫来见朕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苏掌柜，差不多得了。陛下，民女这是做错什么了？你把满朝文武的家眷都逼得来宫里哭，太后都问朕是不是要破产了。哦，那臣女明日就恢复对方。这么好说话？当然，只要陛下在这上头盖个印，民女即刻照办。凡朝廷向苏记借贷调银挪仓押票，需立书为凭，入内当入户部双册，不得以口谕事后反悔。若因朝廷内斗官员撤主，致苏记蒙受损失，由国库优先赔付。苏小，你这是在给朕立规矩。陛下言重了，这是给宁后那些想白拿我钱的人立规矩。臣弟觉得这规矩立得挺合理。你给朕闭嘴！臣弟这是替皇兄分忧，怎么就成闭嘴了？你分什么忧？你欠着苏记20万两银子不还，转头把人领到朕这儿来，让朕替你还债，你管这叫分忧？陛下误会了，王爷的债，民女没有让陛下替还的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的？你要把盐引银票的总调度权从户部划出来，单列到苏记的账上。盐税银票在户部兜了一圈回来，苏记垫进去的银子已经超过200万两，若再让这经手调度，苏记承受不起下一亏空。让朕把盐税银票的调度权彻底交给你。你早就知道他要来要这道旨。我知道他要来，但他要什么，臣弟也是方才知道的。你少来！皇兄您看，苏掌柜这脾气，臣弟哪敢提前替他开价？万一开少了，他转头把账算到臣弟头上，臣弟那20万两怕不是要变成40万两。陛下若觉得为难，民女可以等，只是户部那边明早就要封存上个月的盐税流水，若在此之前调度权没有划清，苏记垫进去的那笔银子就只能按逾期账款处理了。逾期账款怎么处理？按契约，逾期账款，苏记有权暂停该笔账款关联的一切票兑业务。你干的什么好事？让人家垫了200万两，朕都不知道。皇兄，臣弟那20万两也垫进去了，只是臣弟垫的是苏记的信用，人家垫的是真金白银。你给朕闭嘴！
朕迟早有一天是被你们两个混账东西给活活气死的。苏晓，你可知你今日做成了什么事吗？让皇帝签了欠条升级版。不是，你做成的远不止这些。从今天起，朝廷欠钱这件事，终于不是一句可以赖掉的空话了。皇叔这话倒像是真心在夸我。本王本来就是在夸你。苏掌柜，你可知现在有多少人恨你吗？知道，可他们越是恨我，就越得按我的规矩来。你真像是个拿着算盘的刽子手。王爷，你也不像什么好人。哈哈哈，彼此。对了，有件事还没告诉你。何事？你那招暂停高官家眷赊兑确实极好用，但你也该查查苏记内部是谁把那份官眷的越界名单露出去的。你查到了？查到一点，不多。东家，咱们查了一晚上了，当真有内鬼吗？有，而且不仅仅是偷消息这么简单。冯伯，您仔细瞧瞧，西城绸缎铺、南街银楼、东平码头号3家账上都有同一种问题，官眷越界明明按时回了票，账面却总晚2天入册。这入册这么慢，莫非是有人故意压账？压账只是表象，这回笼的越街票晚了2日，这10几万两银子的流水，就等于在咱们商行外头凭空多赚了2天。东家，您的意思是，有人拿咱们苏记的钱在外头放短账吃利息？还不止，这1个月苏记私下流出去的高门采买名单、越件额度、票号兑付习惯，几乎全被人摸清了，说明这人不是临时起意，是在咱们内部埋了很久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掌柜的，咱们从哪儿查起？把京城分号所有2掌柜、账房副手对外跑票的人，明日全叫来，一个都不许少。最近1个月，谁动过总号的官眷越界册？谁知道御史中丞夫人每月在绸缎铺拿几匹云锦？宁安王府在咱们票号一共开了几条暗线账户？行了，都散了吧。东家，那俩人我记住了。东家，您这一套问下来，到底是在钓谁？你自己看。周恒，钓那条最会装傻的鱼。周恒。东家，您说是周恒，京城总号2账房，可他家里老娘还摊着，妹妹又在咱们绣房做工，怎么看都不像敢吃里扒外的人啊。那现在就抓吗？所以才最可疑，不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想明白他后头到底站着是谁。只是些官眷越界名单，不值得埋5年这么深的一颗钉子。我要等他背后那个人自己伸手，伸到不能再缩回去的时候，再一起解决了。奸商屯银，朝廷卖国，还我平价盐！东家，这是有人故意在山东闹事。藏了这么久，终于肯露面了。东家，到了。东家，带头的那几个不是这条路上的熟面孔，从早上到现在喊的都是同一套词，说这趟银是苏记的私库，不是朝廷的税银，说您拿盐权当自家钱柜。前面守城的兵和咱们的人已经对上了，刀拔了一半。东家，您听我一句，里面全是江南回来的盐税银，这批银要是出了事，户部那边正好有借口卡咱们盐道的票兑权。那几封密信的事还没查完，这边要是再出乱子，这局棋就全翻了。东家，您倒是说句话呀。东家，你还笑？再闹下去，银车一旦被冲，咱们这么久的盐政布局全得毁。不会，都退后，谁都不许跟太近。谁说这是我苏记的私库银？大家都听说了，朝廷把盐权卖给你，你如今拿国库当自家银库，不是奸商是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我问你叫什么？既然这么有胆子带头闹，总得报个名吧？还是说你收钱办事，主家连真名都不让你露？你少在这儿混淆视听。行，不说名字也行。那我换个问题，你说我囤的是私库银，那你知道这车里一共几箱银，每箱多少锭，压的是哪个库的封条吗？诸位，今日这批不是私银，是江南回来的盐税银。若正常入库，3日后京城、淮安、扬州3制盐价会一同下调。谁在今天拦这批银，谁就是故意不让盐价降。好啊，原来你是想让我们吃高价盐。来人，把周恒带上来。周恒，你看看这几位，认识吗？既然不说，那我帮你说。西市福生茶行的伙计，东郊平安脚行的车把夫，都是你这半年见过的人。你把苏记的越界名单、押车路线、银车时辰一笔笔卖给他们。昨晚你还亲手把今日押银的北门路线递了出去。好，给我按住！原来真是内鬼勾结。现在能说说了吗？你到底在替谁做事？行，那我替你猜，不是普通官员，因为他们没这么大的胆子调动这么多街面人手，更不可能是户部那帮旧党，他们现在正忙着自保，就只能是太子。看来我猜对了。陛下，查到了，
是太子。太子，他竟敢把手伸到苏季的盐税银票上，连朕的国库都不敢，他眼里还有谁？陛下息怒，传朕旨意，让苏小召车太子即刻进宫，现在马上。是。苏掌柜当真是好大的本事，为了开脱，竟敢张口就攀咬东宫，污蔑本宫。攀咬，殿下，您的人动了我苏季的账，又去拦朝廷的税银，这目的总不会是为了陪民女玩闹吧？几张伪造纸就想污蔑本宫？苏掌柜，你呈上来的这些东宫手笔的往来账目，朕看了，确实不像是寻常人能伪造的。陛下，这些文书的纸墨印泥全是东宫专用比例制式，民女已经让人比对过，和东宫近3年的存档文书出自同一批料，制式一样的纸墨。苏掌柜，这满京城能弄到东宫纸墨的人，少说也有10几家，你凭一张纸上的墨色就能断定是东宫的人干的？殿下说的对，纸墨确实不能算铁证。那你拿什么证明？总不能凭一张纸一块墨就把东宫拖进这趟浑水里吧？纸墨当然不算铁证，但那批纸的边角裁嵌时压了一道暗纹。暗纹？什么暗纹？东宫文房用的纸裁切时会在边角压一道极浅的云纹，那道纹路不会出现在任何民间作坊的纸上。更换模具的频率与东宫的采购拍次同步。民女已经请了宫里2位老造办看过，和东宫近3年的用纸出自同一批模具。赵岩，他说的是真是假？模具可以仿？模具当然可以仿，但殿下，这文书的油布外封也在那批东西里。油布上沾的煤灰是城南黑煤窑的，而那个煤窑3年前被东宫名下的钱庄买了下来。殿下，这不是模具的问题了。煤窑，本宫名下产业众多，一个煤窑的进出，本宫未必知情。殿下，您名下产业众多，本宫这个做皇叔的倒不知道。3年前买煤窑的钱庄挂的可是东宫掌印嬷嬷的侄子。这事儿你也没少，你煽风点火。臣弟只是陈述事实，殿下若觉得臣弟在煽风，那殿下说说煤窑的事是怎么回事？所谓的证据从何而出？更不知你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矛头指向东宫。可本宫从未见过此物，也从未授意任何人将此物得你手，本宫不可能流落在外。这块令牌你是如何拿到的？是从何人手中所得？那人将此物交于你时，可曾说了什么？一块令牌能说明什么？也许是仿制的。难道就想用一块不知道哪里来的令牌就要定我的罪吗？仿制东宫内库令牌，殿下，皇叔可得提醒你，仿制令牌那可是死罪。皇叔，你少在这煽风点火，本宫还没说到你。令牌是在盐运史司那本旧账的夹层里找到的，和文书放在一起。殿下，您说纸墨可以仿制，令牌也可以仿制，那为什么这2样东西会出现在盐运史司已经被革职5年的老账房手里？老账堂说是殿下的人把东西交给他保管的，他说他不敢不接，但也不敢真的用，所以他只是把东西锁在夹层里，等事情过去，等殿下的事过去。殿下，您认识这块令牌吧？这东西你怎么解释？父皇明鉴，儿臣只是担心苏季一介商贾骤涨盐运，尾大不第，日后掣肘朝廷，所以才命人暗中查探，并无私心。赵燕，你怎么解释？殿下这话真有意思。查探需要拦税银，查探需要煽动百姓冲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查的是敌国细作。苏小，你不过仗着父皇如今缺钱，便将商贾之权伸进朝议。你今天能插手盐政，明天是不是就敢插手立储？殿下这么怕我碰朝局，是怕我动国，还是怕我动了你手里原本能拿来收买人心的钱？你查他可以，可你不该动税银。皇兄，太子殿下若只是拦了车，那也罢了。可臣弟顺手还查到东宫近半年私下接触了不少两淮的旧盐商，有人向他们承诺，只要能把苏季踢出盐运，那旧盐引的分利便可回到从前那样，由他们把持。皇叔，别急啊，还有呢。东宫名下那家清平码头，去年冬天忽然扩仓3倍，臣弟本来没明白拿来做赏通，他说那是预备将来一旦盐政再乱时备用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父皇，儿臣这只是提前准备，未雨绸缪。殿下这词用的可真是好听，说白了，不就是想先把盐路攥自己手里，往后谁站你这边，谁就有钱赚；谁不站你这边，谁就没盐吃。你防的根本不是我这个商人，你防的是所有不肯替你这个太子抬轿子的人。东宫闭门思过3月，所有盐务相关人手全部撤出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再碰盐政半分。儿臣领旨。恨我，想让我退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这个太子如今还排不上号。东家，您听听，前几天还骂您，这会儿又改口叫什么铁算盘定盐价，一笔拨平半朝摊了。这帮说书的嘴可真快。嘴快不快不重要，只要银子能稳稳到账，他们爱怎么说便怎么说。东家，宁安王赵彻来了。他又来做什么？多半又是来蹭饭的。还债。现银？没有现银，这匣子里装的是地契盐场契，怪上一笔现票，折总价24万两，1分不少，够不够？王爷今日倒难得，竟做回了守信之人。没办法，如今苏掌柜您可是朝廷半个账房先生，若再赖您的债，本王怕哪天醒来，连这王府的大门都没了。成，
东西我收了，这笔债从此一笔勾销。怎么，王爷还不走？是有别的事？确实有事。太子不会善罢甘休，你这次断的不只是他的财路，也是他拉拢朝臣的路。你若继续站在朝局里，往后这种事只会越来越多。赵彻，当初你费尽心思把我拖进州里的时候，就没想过我就会被那些人盯死吗？那你还敢拉我下水？因为只有你能把这笔烂账算明白，也因为朝里那帮人太久没见过真正算得清的人了。皇叔，你这人说话总是半真半假，叫人猜不透。可是皇叔对你说的真话比较多。那民女也说句真话，我不退。他们不是怕我有钱吗？那我就让他们习惯，以后这天下不是只有官役能定规矩，银子也能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等着看苏掌柜到底能把这规矩定到哪一步。诸位街坊，朝廷新设商议局，今后官府借贷、盐铁兑票，必须经过我苏记商议局核验签署才算作数。商议局主理人竟是个女子，这苏小当真是好大的手笔。谁说不是呢？以后苏小在朝廷都说得上话了。东家，您费尽心机，在朝堂里争得头破血流，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，到底图什么？图以后再有人想用一句商贾下贱，就去随意踩烂别人的命和钱时，得先好好掂量掂量后果。更图这世间所有做生意的人，尤其是那些被世道瞧不起的女子，往后都能堂堂正正站着收钱。东家，清凉寺那边送了信，费公主赵延病重，说是临死前想见您最后一面。不见。有些账早就结清了，有些人也不值得再回头看一眼。对了，把宁安王上个月借走的那笔赈灾周转银也记上，利息千万别漏了。王爷他又借了？对了，3天前。那您怎么还不急着去讨？这可是20万两。急什么？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再说了，像皇叔这种人的他欠一笔，可比让他全回清更有用处。东家这话属下怎么听不懂呢？上一世他们总说商人最贱最轻，最不配站到人前，可这一世金殿上的规矩是我苏小拿算盘一点点敲出来的。谁说握笔的手就一定比拨算盘的手更高贵？谁说这朝堂只能姓赵姓王姓李，不能有一个姓苏的人把账直接算到天子面前？从今往后，这满朝风雪之中，总有一盏灯是为苏记，为天下做买卖的人亮着的。